爱吃席的都知道，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永无止境的复活。只因所有人都被关进铁盒监狱，每天承受25小时酷刑，死后还会被无限强拉重置。可你却背道而驰，直接把这当成免费修炼场，他们都笑你是疯子，但你的计划是拯救全人类。嘿，活了，总算是活了。猛地睁眼，你大口喘着粗气。你叫陈凡，上一秒还因为硬抗元婴期天劫被劈得灰飞烟灭，下一秒却身处一个昏暗无光的鬼地方。房间里，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正眼神狂热地死死盯着你。兄弟，你醒了，是我复活你的。记不记得自己叫什么？你没搭理他，下意识想提气动手，然而体内空空如也。你引以为傲的元婴后期修为全废了，现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凡人。怎么不说话？见你沉默，男人语气变得暴躁，问你呢？叫什么？住哪？我得核实身份给你登记，登记了才有吃有喝。他在套我的话，你盯着他，脑子转得飞快，这绝对不是什么正经地方，这人也绝不是什么好鸟。你干脆冷笑一声，我头疼，给口水喝，喝完再说。你这男人彻底慌了，像是在恐惧着什么无形的东西。他歇斯底里的冲你吼，你配合一下不行吗？为什么不配合？突然，天花板上猛地降下几条粗壮的机械臂，一把将男人死死按在地上。我错了，别电我，别！滋啦，蓝光爆闪，你猛地缩到墙角，眼睁睁看着那男人被高压电疯狂折磨。几秒钟的痉挛后，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刺鼻的焦糊味，人被电成焦炭，失去了生机。紧接着，房间里响起冰冷的机械音。被复活者邓斌，生于2035年8月1日，东南亚。你瞳孔猛地一缩，什么意思？地面上一个怪异的几何阵法亮起微光，一具身躯凭空重塑。那个刚被电成焦炭的邓斌，居然完好无损地站在了你面前，零代价复活。你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重生的邓斌扭了扭脖子，冲你咧嘴一笑，看见没？按规定，我问不出你的身份，塔里的机械手就会彻底解决我。他话锋一转，死盯着你。接下来轮到你了。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唰，机械臂再次弹出，根本不给你反应时间，直接把你死死钉在了墙上。邓斌慢悠悠地走向暗格，掏出工具。兄弟，别怪我，塔里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他把工具烧得通红，逼近你。过会儿我折磨你，别硬撑，把你父母、亲戚、朋友的名字全给我吐出来，懂吗？你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全明白了。你想通过折磨我，挖出我身边人的名字，再把他们也复活到这个地狱里来受苦。你死死盯着他。对啊，邓斌一脸期待地看着你，想从你脸上看到绝望。这破地方叫塔，存在的意义就是折磨人，火烧、电击，每天不断。没命了，那就复活继续折磨，永远没个停。顺便告诉你，这里不给吃喝，所以你不仅会被折磨，还会饥渴而亡，然后再复活。他兴奋地举起通红的工具，毫不犹豫按在了你的胸口。呲，身躯瞬间被烫伤，焦糊味直冲脑门。怎么样？邓斌喘着粗气，狂热地凑近你，现在愿意交代了吗？然而你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这么冷冷地看着他，眼神像在看一堆废弃物。你是没了修为，但你元婴期几百年熬出来的恐怖神魂还在，封闭无感，隔绝痛觉，对你来说就像呼吸一样简单。躯体折磨，就这，你不觉得疼？邓斌脸上的狂热僵住了，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他死命凑近你，发现你居然连一滴冷汗都没出。呵，你嘴角勾起一抹嘲弄。你没有骂人，但此刻爆发的气势和眼神，直接把邓斌的心理防线砸了个粉碎。扑通，邓斌双膝一软，直接给你跪下了。他浑身发抖，刚才的嚣张荡然无存，脑袋把地板磕得砰砰响。教教我，大哥，爷爷，求求你教教我怎么屏蔽痛觉，只要你教我，你要我干嘛都行。痛点瞬间转化为爽点，你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可悲的弱者，想学？你冷声道，因为你迟早也会被人这么折磨，对吧？对。邓斌疯狂点头，这塔里的折磨是轮换的，现在我折磨你，过个10-20年就换别人折磨我了，永远没个停啊。据说待得最久的人已经被关了2000多年了，2000多年，无法终结，无法迷失，永远清醒的受尽酷刑，活着比陨落更让人恐惧。难怪你这手屏蔽痛觉的本事能让他瞬间臣服。你趁机发难，既然复活必须知道名字，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把我唤醒的？穷举法，用的是穷举法。邓斌不敢隐瞒，只要给出无其意的条件就能复活，比如我定下姓陈，生于某年某月某分，如果那1分钟只有你一个姓陈的出生，条件成立，阵法就能把你拉过来。不行我就换姓氏，百家姓一个个是个狠活。只要时间无限，这阵法能把人类的祖宗18代全挖出来。就在这时，墙壁上的电子屏突然亮起，显示出一个刺眼的红字53%。邓斌浑身一哆嗦，猛地从地上窜起来，眼神再次变得惊恐。不行，我不能再跟你闲聊了。他抓起工具，疯了一样再次重创你的躯体。随着身躯受损的声音，屏幕上的数字跳到了54%。看见没？邓斌红着眼吼道，只要折磨你，数值就会上升。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他永远在50%以上，掉下去，机械手就会彻底解决我。他大口喘着气，死死握着工具。为了达标，我每天得折磨你15个小时，你每天都会被彻底解决一次。因为没水没饭，我每2天也得自我了断一次重置身体，整整3年。你在这里被当成待宰的猎物一样反复折磨了3年，每次被解决，每次再被这鬼阵法拉回来。这破地方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所谓的塔根本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监狱。你想尽一切办法找破绽，但结果呢？根本没有破绽。呼，90%了，差不多了。房间里，邓斌像条失去生机的猎犬一样瘫在地上，看着你满脸疲惫加羡慕。兄弟，你这不怕疼的本事真绝了，我折磨你累得半死，你连声都不吭。他翻了个身，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我扛不住了，睡会儿。老规矩，数值掉到50%叫我。放心睡你的。你冷冷回了一句。3个小时后，你这具千疮百孔的凡人肉身终于撑不住了，两眼一黑，失去了生机。紧接着，熟悉的电子音响起，被复活者姓陈。地上的几何阵法亮起微光，你再次重塑肉身。睁眼的瞬间，你根本不看角落里打呼噜的邓斌，死死盯住天花板。根据你这3年拿命试出来的规律，复活后
后到机械臂探出来抓你，中间有1分半钟的死角，就是现在！你毫不犹豫，并指如刀，发疯般戳向自己周身大穴，燃血大法，这是你在修真界抢来的秘术，燃尽浑身本源，换取一次极致的爆发。轰！刺眼的金色雾气从你浑身毛孔喷出，你现在虽是凡人，但这一瞬间燃烧生命换来的力量狂暴到了极点，你连看都没看一眼，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朝着那扇紧闭了3年的合金大门一拳狠狠砸下。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厚重的合金大门硬生生被你一拳轰得4分5裂。与此同时，巨大的反冲力直接把你的右臂震损，筋骨受损的声音让人牙酸，但你根本不在乎。大门碎裂的动静把邓斌吓得直接弹了起来，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你在干嘛？时间紧迫，你头也不回，带着满身金芒直接冲出房间。然而门外是一条望不到头的金属长廊，两侧全是密密麻麻的铁门，凄厉的惨叫声连成一片。这炼狱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还没跑出2步，通道前后突然闪出几个面无表情的守卫，他们连呼吸的起伏都没有，根本不是活人。这些伟人同时抬起手里的金属圆球，下一秒，上百道赤色的激光如暴雨般交织扫射。以你现在的速度，想躲开这玩意儿至少得有筑基期，但你现在只是一具正在燃烧的凡躯，没有任何悬念，一瞬间被高温光线彻底粉碎。被复活者，姓陈。光芒一闪，你又一次完好无损地站在房间的阵法里。前方那扇被你拼命轰碎的合金大门，竟已光亮如新，连一道划痕都没留下。塔里的高层甚至懒得露面，仿佛你刚才那石破天惊的越狱，不过是随手掸掉的一抹灰尘。你死死盯着那扇门，胸口剧烈起伏，狗没法狗，逃又逃不掉。角落里，邓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你，半天才憋出一句：你刚才是怎么跑出去的？你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情绪，外面那些守卫不是人，拿的武器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邓斌咽了口唾沫，苦笑道：连这你都看出来了？塔里的人管他们叫伟人。兄弟，别白费力气了。他颓废地靠在墙上，眼里满是绝望。我算过，我在这被关了少说165年了，咱们这些囚犯私底下讨论过无数次，根本没人能逃出去，连个理论方案都没有，就没外界的人来劫狱。你冷声问：劫个什么啊？邓斌连连摇头，这破塔建了2000多年了，我们都猜外面的世界估计早就被战火打废了，就算你真逃出去了，外面恐怕连个活人都没有，就是个不留活口的炼狱死局。无限重置的折磨，绝对碾压的武力，加上一个可能已经毫无生机的外部世界，你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既然硬碰硬是个死局，那就卡他的吧。我打算让自己进入沉睡状态。你盯着邓斌，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今天吃什么。邓斌傻眼了，你怎么弄？我的神魂远超常人，你懒得跟他解释修真界的常识，直接抛出计划，我能主动抹掉意识，进入意识沉睡状态，这样我就感受不到外界，哪怕我要在塔里待上几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也不过弹指一挥间。你紧盯着他，下达指令，如果塔里发生暴动，或者外面有人来救，你必须立刻解决我，只要失去生机一次，塔就会重置我的状态，让我清醒过来，记住了吗？等外面的人来救。邓斌苦笑，我宁愿祈祷地球原地崩塌，这只是个比方，万一有机会，这是唯一的底牌。你抛出诱饵，只要你能帮我盯着局势，等逃出去了，我教你修仙，飞天遁地那种。邓斌眼睛猛地一亮，这段时间你的种种变态表现，早让他对你敬若神明，一言为定，只要有变故，我第一时间解决你。好，你毫不废话，双眼一闭，强行运转只有化神期大能才能施展的神通神魂离体，哪怕你是元婴期转世，越阶施展这招也是极其凶险，但在这里，这刚好成了你避开无尽折磨的最强外挂。你的脑袋猛地一歪，彻底没了动静。邓斌大着胆子凑上来探了探你的鼻息，还有气，没事去，也就没触发塔的复活机制，真卡出 bug 了。邓斌看着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就这样，这套流程成了你的作弊码。每天邓斌把你折磨至生机消散，你复活后醒来10分钟，接着再次神魂出窍，把自己挂机。时光飞逝，转眼就是10几年，在这暗无天日的铁盒子里，时间就是个笑话。直到这一天，你刚被复活，一睁眼就看到墙壁的电子屏上跳出了一个赤色的倒计时，6小时32分17秒。你一把拽起还在角落里打呼噜的邓斌，醒醒，看屏幕。邓斌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目光触及那串数字的瞬间，一张脸瞬间惨白如纸。完了，全完了，时间到了，要换下一个轮回了。什么意思？你眉头一皱，换我折磨你？不是，塔会把我扔到别的房间，让别人来折磨我。邓斌声音都在发抖，兄弟，你不知道这塔里的人有多变态，关了100-200年的还算正常，那些被关了上千年的，他们根本就不能算人了，那是彻头彻尾的魔鬼。他扑通一声跪倒在你面前，死死抱着你的大腿，卑微到了极点。兄弟，耶，你那个感觉不到疼的本事，真不能教我吗？我求你了，真教不了。你摇了摇头，这不是推脱，凡胎肉骨，承受不住元婴级的神魂秘法。邓斌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他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连呼吸都透着绝望。趁着最后的一点时间，你问出了心底的疑惑，你当初费那么大劲用穷举法把我唤醒，图什么？图奖励。邓斌双眼空洞，麻木的答道，成功复活一个新人，塔就会给你加1-2年的施暴期，让你晚点去受刑，偶尔还会赏一口水，一口吃的，甚至分个女人进来。兄弟，几十年没喝过一口水了，你能懂那种渴望吗？你没做声。倒计时1分1秒的流逝，还剩30分钟。邓斌终于彻底崩溃了，他捂着脸，像个待宰的猎物一样嚎啕大哭。我不去，我不想去啊！20年，下一个轮回我要被狠狠折磨20年，让我结束吧，我做梦都想彻底结束啊！你静静地看着他，这是弱者在绝对力量下的无力挣扎。还剩5分钟，邓斌猛地抬起头，满脸鼻涕眼泪，像抓着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死死盯着你。兄弟，你不是普通人，你一定能逃出去，对不对？也许吧，你没有把话说死，记住我的名字，我求你刻在脑子里。邓斌疯了一样冲你咆哮，生怕你忘了一个字，我叫邓斌，宾客的宾。2035年8月1日9点13分生，只要你逃出去，一定要把我复活，我生生世世给你当手下，当奴仆，听到没有？我答应你。你直视着他的眼睛，如果我能出去，我会拉你一把。紧接着，倒计时归零，房间里的温度骤然飙升，空气瞬间变得像炼钢炉一样滚烫，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你和邓斌化为了焦炭。被复活者，姓陈。冷冰冰的机械音再次响起，你睁开眼，大口喘着粗气，房间
间还是那个房间，但角落里邓斌已经不见了。屏幕再次亮起，左边是密密麻麻的百家姓，右边是无限滚动的出生年月。他在催促你继续玩那个用同类换取奖励的残忍游戏。你想让我当你的奴仆？做梦！你冷笑一声，直接无视了屏幕，就这么干坐在原地。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失去了耐心，啪的一声关掉了屏幕。随后，那道催命般的电子音在房间里回荡起来。被复活者李修，生于1980年3月13日9时0分，华夏人，一次不行，2次、10次、100次。他开始自己强制穷举了。他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和日期。你冷眼看着这一切，整整1个月后，终于，地上的几何阵法爆发出刺目的光芒，一道虚影在光芒中剧烈扭动，最终化作实体，重重地砸在地板上。你的新狱友李修来了！光芒一闪，你的新狱友李修重塑肉身，但他刚一落地，连看都没看你一眼，直接毫不犹豫地一口咬破自己的手指，像个疯子一样趴在地上，用金色液体狂写数字：39、8、15、14。他一边死命写，嘴里一边神经质般地嘀咕着读秒：50、51、52。你冷眼看着这诡异的一幕，直到墙上屏幕亮起60%，他才猛地松了一口气，飞快在末尾补上22、50。紧接着，天花板上的机械臂猛地探出，一把将他死死钉在墙上。记这破数字干什么？你挑了挑眉。李修死死盯着地上的金色字迹，喘着粗气，怕你抹掉。看来你刚进塔没多久，脑子还算正常。你没接话，屏幕上的数字开始倒扣，从60%一路往下掉，很快逼近50%。按照塔的规矩，你现在是施暴者，不折磨他，你就要被惩罚。动手啊！看着数值马上跌破红线，李修急了，再不折磨我，机械手就要将你电成焦炭了。你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想让老子给这破塔当免费劳动力？做梦！大不了就是重置状态，反正老子根本感觉不到疼。滋啦！刺眼的蓝色电弧瞬间爆发，高压电狂暴地撕裂你的身躯，焦糊味瞬间填满房间。李修瞪大了眼睛，本以为你会惨叫求饶，然而你就这么面无表情地趴在电光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甚至在身躯烧焦消散的最后一刻，你看着他的眼神依旧带着一种看尘埃般的嘲弄和绝对的压迫感。被复活者姓陈，光芒再次亮起，你满血复活，若无其事地扭了扭脖子。李修整个人都看傻了，声音都在发抖。你感觉不到疼？少废话！你冷笑一声，直切要害。地上的数字到底什么用？被你这非人般的硬汉作风彻底震慑，李修不敢玩什么心理试探，直接交了底。那是我们进入这层轮回的精确时间。他咽了口唾沫，死死盯着你。39年8月15日14时22分50秒。根据我的推算，塔里的轮回间隔永远是整数，只要有了这个绝对精确的起点，我就能精准算出下次轮回爆发的准确时间。算出来又怎样？你冷声问。怎么逃？利用伟人守卫的漏洞。李修眼神狂热，那些伟人根本没有情绪，只会死板的按程序办事。只要规章里没写，哪怕我们现在大声密谋越狱，他们听见了也拿我们没办法。就这样，时间飞逝，转眼整整1年过去。在这1年里，你每天宁可被机械手电成焦炭，也懒得去折磨李修。反正你屏蔽痛觉，当个混吃等死的旁观者，也比给塔当打工人爽得多。但你这无心的举动，彻底击碎了李修最后的防备。他认定了你是个绝顶狠人，并且对他有不杀之恩。终于，他向你抛出了真正的终极底牌。你听说过空间站吗？李修压低声音，语气激动的发颤。在外太空，那上面有很多从塔里逃出去的幸存者。空间站，你敏锐地抓住了核心，大脑飞速运转，自我了断，然后让那边的人把你复活过去。聪明！李修激动地一拍大腿，与其说是越狱，不如说是空间站在跟他抢人。他喘着粗气解释，空间站的机器一直在按百家姓和出生年月，从1900年开始往后穷举复活全人类。只要空间站念出你名字的那个瞬间，你刚好在这边失去生机，两边阵法对接，你就能直接被拉上太空，彻底脱离这个炼狱。你立刻听出了这个计划的漏洞，概率太低了。你一针见血的冷笑，全人类古往今来几千亿，这跟买彩票中头奖有什么区别？对，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李修死死盯着你，眼睛里布满执念。有的人在这儿关了1000年都碰不上一次对接口，但这是唯一的希望，我们要赌。你冷冷盯着李修，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不靠运气，靠算。李修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语速极快。空间站复活人是有顺序的，从1900年开始按百家姓排，只要在他们刚好念到我们名字的那一秒，我们主动自我了断，就能100%卡进系统，被拉上空间站。卡时间，你眉头一皱，你怎么知道空间站几分几秒念到你？你以为我刚复活时像个疯子一样趴在地上写数字是在干嘛？李修冷笑，那是我的绝对基准点。6139年8月15日14时22分50秒。他指着墙上的电子屏，这屏幕每36分钟下降1%，它就是我们的钟。空间站有规定，每人每分钟必须复活10个人，把这些数据全套进去，就能精准算出他们念到我们名字的具体时间。好家伙，你在心里倒吸一口凉气。修仙千年，你见过无数大能，但在脑力上，眼前这个看似平庸的男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你算得清吗？你问到了核心。李修连草稿都没打，直接脱口而出，现在是6140年9月17日13时0分50秒，我会在今年12月31日凌晨1点01分被念到。而你陈凡，他死死盯着你，41年2月15日凌晨1点06分，因为人工操作有误差，无法精确到秒，但在这1分钟内，只要不断重置状态必成。厉害！你毫不废话，直接冲他抱拳，这脑子我服。紧接着时间快进，6140年12月31日0时01分，距离李修越狱只剩最后1小时。你从暗格里摸出工具，在手里掂了掂，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我教你的公式都记死了吧？临走前，李修满头大汗，语速快得像机关枪。到了天上别嘚瑟，空间站里有这破塔安插的内鬼，专门暗算咱们这种跑出去的刺头，一定要低调。谢了，祝你好运。你握紧工具，屏幕数字从59%跳到58%的瞬间，李修开始疯狂读秒，1、2、3，一直数到1109。动手解决我！他猛地抬头，双眼通红，是没有任何犹豫，你一刀重创了他。李修当场陨落。被复活者李修，电子音响起，李修在阵法里重塑肉身，失败了，时间有误差，再来，快！他刚一落地就
冲你嘶吼，你手起刀落，一击又砸了上去，没成，再次原地复活，继续，这是在跟命运抢跑。你爆发出全部力量，第三次狠狠重创他。几秒钟后，被复活者李修生于1980年，机械音再次回荡，但这一次光芒散去后，房间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人影。不仅如此，那电子音就像卡壳的复读机，连着念了2天李修的名字，却再也无法将他拉回这个牢房。成了，这小子真的用凡人的脑子，硬生生把这天罗地网撕开了一道口子。转眼到了次年2月15日，塔里的伟人守卫没有任何感情，也没给你分配新狱友，你就这么枯坐着，死死盯着屏幕。凌晨1点06分到了，老子不陪你们玩了！你满眼戾气，狠狠重创自己。与此同时，毫不犹豫的运转燃血大法，瞬间榨干自己的全部生命力。砰！倒在金芒之中。被复活者陈凡光芒一闪，你完好无损的站在牢房里。第一把没中，你心里狠狠发泄了一句狂躁的情绪，连半秒钟都没耽误，抓起地上的工具直接攻向自己。第二把还是没中，再来！你陷入了彻底的疯狂，第3次攻向自己。就在这时，异变突生，那种熟悉的被阵法强行拼凑肉身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极其蛮横的拉扯力，猛地拽住你的灵魂往上飞升。你突破了牢房的金属天花板，灵魂不断拔高，在急速上升中，你终于看清了这座折磨了你10几年的炼狱全貌。这真的就是一座数百层高的金属黑塔，密密麻麻几十万个铁盒子里关满了正在遭受酷刑的鲜活人类。但这还不够，当你的灵魂彻底冲出塔顶，升入高空，俯瞰整个地球地表时，你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了，一股极其惊悚的寒意顺着你的灵魂蔓延开来。放眼望去，满目疮痍的地球表面根本不是什么废土，而是密密麻麻如同钢铁森林般矗立着的无数座黑塔，几万座、几十万座，这哪里是监狱，这简直是关押着几千亿人类灵魂的无间炼狱。被复活者陈凡，你猛地睁开眼，没等你看清四周，耳边瞬间炸开一阵野兽般的狂吼啊！转头看去，旁边一个刚复活的男人正像发狂的野兽一样满地打滚，这倒霉蛋在塔里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了。紧接着，几个壮汉冲进来，一把将他死死按在地上。与此同时，一个穿着白裙、长相甜美的女人快步凑上前，声音极其温柔：“没事了，冷静点，你已经离开塔了，安全了。”在这极具欺骗性的安抚下，那人竟真的慢慢停止了挣扎。女人站起身，转身看向你，哪怕见惯了疯狂场面，她嘴角的职业微笑依然毫无破绽。“你好，欢迎来到天穹空间站，我是心理医生杨思。”你半靠在金属墙上，故意让眼神显得有些阴沉警惕，没吭声。杨思显然见怪不怪，继续走流程。第一次复活吧，别怕，现在是公元6141年，离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4000多年了。你想借机摸清底细，直接抛出一记重磅炸弹，不是第一次。我刚从塔里出来。此话一出，整个房间瞬间死寂，按着人的几个壮汉齐刷刷转头盯着你。杨思更是当场愣住，脸上的职业假笑直接僵硬。不可能！他瞪大眼睛，像看怪物一样上下打量你。你进过塔，那你怎么可能这么冷静，连点情绪崩溃的迹象都没有？难道你刚进塔就被拉上来了？你冷笑一声，语气毫无波澜。待了快20年吧，算久吗？房间里响起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杨思看你的眼神彻底变了，震惊中带着掩饰不住的狂热。20年，整整一个轮回，你居然是个正常人。他深吸了一口气，语速陡然加快。我干了2年心理医生，从塔里捞出来的人10个有9个得关进疗养院，你这心理素质简直非人。随即他立刻在手环上飞速点击，按空间站规定，你这种极品心态能拿最高优待，我直接给你打 S 级评分，没意见吧？能分好工作？当然没意见。你干脆利落，名字陈凡。你毫不犹豫。按他的解释，复活阵法绑定的是灵魂认同，叫什么真名假名根本无所谓。好，陈凡，你以前有什么特长？杨思紧盯着你，这决定了你的阶级。你脑子飞速运转，你上一世可是修真界叱咤风云的元婴7大能，琴棋书画不懂，夺天地造化你最在行，但跟这群凡人说修仙，纯属扯淡。懂点草药培育，你挑了个最贴近林直夫的说法，种植业，这在空间站可是技术活，干不好要倒大霉的。杨思皱了皱眉，但还是迅速给你录入了档案。半小时后，你被带到了所谓的生活区，眼前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金属蜂巢。你的住所是一个仅仅4平米的铁皮胶囊房，下方是毫无隐私的公共区域。在这破地方，繁衍早就是违规的，大家都长久存活，谁还有心思寻欢作乐？生存才是唯一的本能，录好指纹了。杨思站在胶囊房门口，神色极其严肃地警告你，听好，空间站的一切开销全靠积分，吃饭、喝水、洗澡全要扣分。这就算了，他指了指头顶的通风口，你呼吸要耗氧气，你正常代谢要排气体，只要你活着喘气，系统就在自动扣你的积分。你听得在心里暗自冷哼一声，这帮家伙算计到了极致，活着都要交呼吸税，那积分扣光了呢？你冷冷反问，严惩，直接剥夺生机，扔回塔监狱。杨思语气冰冷，在塔里想再被复活上来，那就得熬上几百年、几千年去碰运气。说到这，他忽然压低声音凑近你，但如果你拼命工作，攒下几十万积分，等你意外陨落了，空间站就会用你的积分买时间，24小时不停地念你的名字，把你强行唤醒回来。你瞬间懂了，积分就是命，难怪这帮人拼命干活。多谢提醒。你眼神微眯，敷衍地道了声谢。杨思看着你刀削般的侧脸，忽然轻笑一声，眼神变得有些耐人寻味。我挺喜欢你这股干练劲儿的，晚上要是无聊，随时联系我，终端加你了。说完，他迈着轻盈的步伐转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你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想冷笑。女人，上一世在修真界，为了求你炼一颗丹，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修能从这排到九霄云外，你对这种低级纠葛根本不屑一顾。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力量。你砰的一声关上舱门，闭上眼感受四周，灵气枯竭，这里连一丝修仙的灵气都没有。你猛地睁开眼，眼底闪过一抹极度危险的光芒。没有灵气，常规修炼就是等待终结。想要重回巅峰，只剩2条路：第一，找材料，找丹炉，强行炼制灵药；第二，你嘴角扯出一抹森然的笑意，走邪修的路子。但这破地方到处都是监控，强行出手肯定会被激活。第二天一早，你跟着杨思来到了空间站最底层的绿植区，这里种满了各种农作物和水藻，专门用来造氧和
和处理污水。为了引起你的注意，杨思今天特意换了一身打扮，穿着过膝长袜，满屏的青春气息。你昨晚到底干嘛了？走在路上，他突然挡在你面前，有些气急败坏。我发了那么多消息，你怎么一条都不回？装高冷是吧？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你连眼皮都没抬，目光极度冷硬。别扯淡，我接下来会非常忙，没空搞儿女情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以后别发了。你想活着，你想变强，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刀的速度。杨思被你这不留情面的拒绝噎得死死的，咬了咬嘴唇，眼神复杂的瞥了你一眼，闷头带路。紧接着，你们来到了绿植区大厅的公共终端前。新人入职必须考试，杨思冷着脸帮你录入信息，考不过你就去底层打杂吧。直接开始，你毫不废话。屏幕闪烁，一个打着重度马赛克的黑色人影跳了出来，显然是空间站的高层陈凡是吧？档案上说你懂种植。黑影的声音带着机械合成的冷漠，略知一二。好，黑影直奔主题，看你身后那盆水草叫什么名字？你转头扫了一眼，修仙千年，你见过的灵草仙只比这帮凡人吃过的米都多，但地球上的俗名你还真不知道。我不认识他的名字，你直视屏幕，语气狂妄而笃定。但我知道他能干什么，稳固本源，消炎，味淡性凉，可以吃，但口感极差，特别是体寒的女人，吃多了能要半条命。此话一出，一旁的杨思眼里闪过一丝不屑，大概以为你在瞎编乱造。然而屏幕里的黑影却猛地顿住了，足足断线了几分钟后，黑影重新上线，声音里竟透着一丝罕见的激动。你以前见过金鱼藻？水沟里到处都是的东西很难见吗？你反问。好。黑影连说3个好字，紧接着又问，那他左边那盆长着7片叶子的呢？3期，你连看都没多看一眼，脱口而出，跟刚才那盆刚好相反，性温味甘，补气疏通能量，嚼起来带苦味，漂亮。黑影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毫不拖泥带水的宣布，陈凡，你通过了，从今天起你就是031号绿植区的负责人，有什么不懂的直接在终端里问。嘟，通讯直接切断。大厅里死一般寂静，杨思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你，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天哪，你真神了！他刚才的高冷瞬间崩塌，一把抓住你的胳膊，满脸嫉妒与狂热。刚入职直接当负责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我干心理医生一天累死累活才200积分，你这职位一天不用干活白拿1000积分。1000积分，你心里冷笑，根本不屑一顾，因为从刚才进门的第一秒，你的全部注意力就已经死死锁定了大厅角落里的几种不知名藻类和红黄药草。虽然微弱，但你绝不会认错，那是灵气。这破地方居然有带灵气的植物，只要吸收它们，炼气初期近在咫尺。为了不引人注目，你硬生生熬到了黄昏。等绿植区的所有人都离开后，你立刻冲到那盆带灵气的藻类前，盘腿坐下，闭上眼，洪荒吞天诀轰然运转。上一世元婴期大能的底子摆在这，重走修炼之路对你来说简直如同喝水般简单。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那些植物里的灵气就被你强行抽离，化作一丝丝白雾，疯狂钻进你的毛孔。丹田内一个鸡蛋大小的气旋瞬间成型，快了，就差一点。你咬紧牙关，正准备一鼓作气，直接轰开炼气初期的门槛。请问是陈凡吗？一个极其突兀的男声突然在你背后炸响，你猛地睁开眼，在心里怒斥一声，你强压下眼底的锋芒，转过身，是我，有事快说。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穿着笔挺黑西装的男人。男人仔细打量了你2眼，压低声音，语气蛊惑，我是分离会的人，陈凡，有兴趣加入我们吗？没听过，让开。你冷冷吐出4个字，转身就要继续。男人非但没走，反而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你以为只要拼命攒积分就能在空间站活下去？别傻了，高层早就彻底堕落了，他们根本没想过带人类重返地球。你动作一顿，微微眯起眼睛。男人见你有了反应，语气更加激烈，我们这种底层死了就得被扔回塔监狱受折磨，但高层呢？他们垄断了所有的顶级资源，他们要的就是把我们世世代代当奴仆养。面对西装男的蛊惑，你冷眼旁观，不发一语。西装男见你没反应，猛地凑近一步，语速极快，整个空间站分3层，我们第3层是苦工，拿命赚积分换复活，第2层是心腹，有优先复活权，至于第1层，没人见过他们，连说话都打着马赛克，他们躺着就能无限复活，占尽最高级的资源，凭什么？所以呢？你语气毫无波澜，你能在塔里待20年还拿 S 级评估，绝不是一般人。西装男死死盯着你，分离会需要你，不用急着答应，我先送你个情报。当见面礼，他压低声音，语气森冷，明晚高层会往生活区投放极雌水母，诡异之物能穿墙，带剧毒，他们故意制造伤亡，就是为了逼底层恐慌，好让大家像疯狗一样干活攒积分。话音刚落，啪，整个绿植区的大灯瞬间熄灭，只剩2盏昏暗的应急灯。空间站电力不够，晚上工作区的灯光和监控全会断电，我就是趁现在来找你的，言尽于此，保重。西装男抬头看了眼大厅，转身融入黑暗，脚步声迅速远去。监控断电，真是天助我也！你猛地转身，死死盯住角落里那株带着灵气的藻类，没有任何犹豫，盘腿坐下，洪荒吞天诀在体内疯狂运转，四周仅存的灵气如同被抽水机强行榨干，化作气流顺着毛孔疯狂涌入。子府内那个鸡蛋大小的气旋开始剧烈旋转，压缩，给我破！你在心底发出一声狂吼，轰！气团瞬间液化，化作涓涓细流冲刷进你的四肢百骸，聚气成息，炼气出气，成了！感受到体内久违的力量，你猛地睁开眼，瞳孔中金光爆射，你抬起右手，对准10几米外那株红黄相间的灵草，隔空狠狠一抓，御物术，嗖！那株灵草无风自动，瞬间跨越空间，稳稳落入你的掌心。你把灵草揣进口袋，双手插兜，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大步走回生活区。回到住所，门刚一打开，你眉头瞬间皱紧，床上坐着个人，是杨思，穿着别致的靓丽服饰。他坐在你的床上，衣衫不整，眼神魅惑。你发什么神经？你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发消息你不回，我就自己用你终端的密码进来了。杨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伸手就要去解开衣扣，语气娇嗔，装什么呀？你在心里狠狠训斥了一句，这女人简直是块绊脚石。你兜里的灵草要是再不炼化，灵气就要散光了，谁有空跟你做越界之事？离开！你刚要发火将他驱逐，滋滋滋滋滋，头顶的灯管突然剧烈闪烁，爆出刺耳的电流声，整个生活区的大厅瞬间陷入忽明忽暗的恐怖氛围中。杨思
思的动作猛地僵住，脸色瞬间惨白，连滚带爬的抓紧衣服。电涌，是电涌，有诡异之物进生活区了。诡异之物？你眼神一寒，不是明晚吗？快躲起来！杨思吓得浑身发抖。躲个什么？你一把拽住他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语气暴力。如果是极次水母，这铁皮盒子连个庇护所都算不上。话音未落，一声犹如深海巨鲸般的空灵长鸣在大厅炸响。你一脚踹开房门，向外看去，可恶！几只足有10几米高的半透明巨型水母，正像幽灵一样在空中游荡，成百上千根触角死死盯着每一个活物。好！杨思尖叫一声，本能的冲向门外的金属直梯。你的房间在蜂巢的最顶端，离地足有10几米，爬梯子下去至少要半分钟。而一只水母的毒刺触手已经穿透了隔壁的墙壁，直逼你们而来。来不及了，抓紧我！你一把拦住杨思那纤细灵动的腰肢，甚至没给他反应的时间，直接一脚蹬在金属栏杆上。砰！在杨思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你抱着他从10几米的高空毫不犹豫的一跃而下，风声在耳边狂笑。落地的瞬间，你体内灵力轰然爆发，死死灌住双腿。咚一声闷响，金属地板被你踩出一道凹痕。你稳稳落地，毫发无伤，连膝盖都没弯一下。你松开杨思，抬头死死盯着天花板上那些巨大的水母，嘴角扯出一抹冷酷的笑。杨思本能的发出一声尖叫，惊恐的紧闭双眼，但下一秒，他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伤的落在地上。他呆呆的看着你，脸色瞬间涨得通红，不知是因为高空坠落的刺激，还是因为被你这霸道的一抱乱了心神。发什么呆？好，你根本没空理会女人的那点心思。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带着他转身就往逃生通道狂奔。生活区大厅已经彻底化作混乱不堪的场面，无数人从铁皮盒子里连滚带爬的冲出来。逃生通道的门后，你猛地回头，死死盯着大厅里的惨状。毫无疑问，这是你见过最令人不适的进食方式。几次水母那成百上千根触角，原本挤作一团，此刻竟瞬间分散，以极快的速度奔向乱跑的活人。刷刷刷，触须快如闪电，瞬间卷起几十个倒霉蛋掉在半空。仅仅几秒钟，那些被毒刺扎中的人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身体直接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消散。这破空间站连把像样的激光枪都没有。你脸色铁青，压低声音质问杨思：没用，什么武器都没用。杨思死死抓着你的衣角，声音抖得像筛糠。物理攻击、能量武器都会直接穿透他们的身体，他们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那种身为猎物连还手机会都没有的无力感，让你胸腔里翻涌起一股暴力。要是还保留着前世元婴期的修为，这几只破水母算个什么东西？抽去精华炼化成阵法材料都不够格。但现在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吸收完毕，发出一声空灵的精鸣，然后身体由实转虚，凭空消失在空气中。虚实转换，空间传送。你盯着水母消失的地方，用力攥紧了拳头。在这个危机四伏的鬼地方，弱小就是原罪。你必须变强，越快越好。一晃眼，大半个月过去了。这半个月里，你彻底变成了一个无情的灵气榨汁机。白天在绿植区，你光明正大的吸收那些带灵气的海藻；到了晚上，你就顺走几株红黄草药，回房间死命炼化。炼气期的水磨功夫，对你这个重修的元婴老怪来说，简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终于，在疯狂的堆料下，你体内的能量彻底充盈，炼气中期突破。傍晚，绿植区刚一到下班点，杨思就准时凑了过来。半个月的相处，这女人老实了不少，不再对你投怀送抱，但看你的眼神却越来越不对劲。天哪，你变模样了！她凑近你的脸，满脸不可思议。修仙者的洗精法水，让你的皮肤和气质发生了质的飞跃。你瞥了她一眼，随口打趣：怎么更迷恋我了？原本只是句玩笑，杨思却一反常态的没接茬。他直勾勾的盯着你，语气竟然有些认真。以前觉得你只是气质好，现在我是真的觉得你很迷人。你微微皱眉，麻烦。女人动了真心，比修行狱卒还麻烦。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不合时宜的打断了你们。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转头看去，是那个自称分离会的西装男。看你的眼神里透着毫不掩饰的狂热。你同伴让他先避一避。西装男指了指杨思，你拍了拍杨思的肩膀，你先走。杨思很识趣，深深看了你一眼，转身离开。你果然不是一般人。见四下无人，西装男直接开门见山，语气激动。那天晚上，你抱着他从10多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居然连膝盖都没弯一下，我们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听到这话，你眼神瞬间降至冰点，你爆发一股极具压迫感的戾气。你们在监视我。你跨前一步，死死盯住他的眼睛，声音如同刀子般割人。西装男被你的气势逼得倒退半步，赶紧举起双手干笑，别紧张。那种混乱的情况下，你表现得那么抢眼，我们注意到你很正常，没恶意，很好。你冷冷收回目光，下次记得把眼睛闭上。西装男咽了口唾沫，赶紧切入正题，开始疯狂给你展现宏图。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考不考虑加入我们？你听说过机械动力装甲吗？西装男越说越兴奋，我们搞到了一套最新型号421，最大推力能达到10吨，相当于5辆越野车同时撞击的力量。但这玩意儿需要极强的精神力才能驾驭，你绝对有这个潜质。10吨的力量，你脑子飞速运转，以你现在炼气中期的肉身，硬扛10吨的推力绝对会筋骨受损。这帮凡人搞出来的铁疙瘩倒是有点门道。续航呢？你直接切中要害，全功率1小时，待机半个月。西装男见你有兴趣，立刻抛出更大的诱惑。你要是不喜欢机甲，我们还有机械改造，把四肢甚至器官全部替换成机械，生物的神经反应速度加上机甲的破坏力，简直完美。唯一的缺点就是会有点幻痛。幻痛？对，就是你被舍弃的那部分躯体明明已经没了，但大脑还是会觉得它在疼，很常见的后遗症。你听完，嘴角扯出一抹嘲弄的冷笑，放着长生久世的修仙大道不走，去搞这种本末倒置的把戏，简直可笑至极。40%的成功率，就算改造失败也能复活。西装男还在你耳边喋喋不休的疯狂推销，你听得内心一阵连连冷笑。这帮凡人引以为傲的终极武力，撑死也就相当于修真界的筑基期战力，还得天天被什么狗屁幻痛折磨。机甲更是可笑，铁壳子再硬，驾驶员依旧是个脆弱的存在，让你放弃修仙去当个破铜烂铁，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说完了没有？你极度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眼神冷得像冰。我对这些破铜烂铁毫无兴趣，我只要3样东西：消食、福神、大忌，后2样年份越老越好。筑基丹，这才是
是你目前的唯一目标。绿植区里的药草能凑齐大半的替代品，唯独符神和大戟绝不可替代。西装男愣住了，皱着眉头思索了半天，消失好办，花点积分去一些特殊的集市就能买到。但你说的这2味中药，整个空间站除了神秘的第1层，绝对找不出第2株，那就帮我搞到第1层去。你语气强硬，根本不容讨价还价。不可能的。西装男苦笑，我们分离会地位最高的人也只在第2层混，第1层根本接触不到。然而他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过你要是真想找，还有一个地方绝对有，地球。怎么去？你直奔主题，开拖船去地表运物资。西装男立刻抛出诱饵，只要你加入我们，我就能给你弄到下地表的名额。但是地球表面到处都是极其恐怖的丘脑哨兵，连激光武器都打不穿他们的甲壳，所以去之前你必须接受机械改造，否则就是去送死。还要改造？你心里瞬间暴躁。我再说最后一遍，别拿破铜烂铁来妨碍我。紧接着你随手从旁边的工作台上抽出一根手腕粗的实心铁管，你连废话都懒得说，体内灵气轰然爆发，狂暴的力量毫不保留地灌注进双臂，嘎吱嘎吱，砰！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在大厅里突兀的炸响。在西装男见鬼一般的惊骇目光中，你硬生生把那根实心铁管拧成了麻花，随后哐当一声砸在他的脚下。这叫实力。你拍了拍手上的铁锈，居高临下的盯着他，身上爆发出的压迫感逼得他连连后退。现在去给我安排拖船，别再提那个麻烦的手术，懂吗？西装男道抽了一口凉气，声音都在发抖。这是超能力。好，不改造就不改造，1个月内我绝对给你安排好拖船。一言为定。你冷冷丢下4个字，一晃眼，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这1个月里，你拒绝了外界的一切干扰，哪怕杨思再怎么殷勤，你都毫不留情地将其挡在门外，全心投入疯狂的苦修。呼，伴随着最后一口灵气入体，你猛地睁开眼，周身气流激荡，连带着房间里的杂物都被震退了半寸。炼气后期成了。现在的你不仅灵力暴涨，肉身素质更是远超凡人极限。地球就算是龙潭虎穴，为了筑基丹，你也敢去探一探。终于，你按计划来到了天穹空间站的对接舱。此时的你正稳稳坐在006号C1型拖船的驾驶舱内。这飞船的操作直白到了极点，不到1个小时，你就已经摸透了所有按键。舱门外，西装男神色凝重地递给你一个耳麦，带上这个，到了地表随时保持联络。西装男趴在舱门上，语速极快地交代任务。记住，你有2个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我们分离会的任务，到了地表，按我们给的几何图案画个阵，用复活术复活我们指定的1个人，具体是谁，到了底下我会通知你。第二，空间站的官方任务，你降落的地方地底下有大量锆音石，黄绿色，很好认，用拖船上的钻头给我疯狂开采，能装多少装多少，装不满的地方就全抽成水。你戴上耳麦，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示意他退开。最后一句警告。西装男死死按住舱门，眼神里透着极度的恐惧。到了地表，有2个地方打死都不能去。第一，以前的城市遗址，全是被复活术弄得神志不清的伟人，去了就是找死。第二，是一坨巨大无比，看着像人类核心一样的丘脑核心，晚上那些难以解决的丘脑哨兵，白天全都躲在里面沉睡，碰见他立刻掉头逃跑。祝你好运，陈凡。砰！舱门重重关闭，你坐在驾驶位上，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只有对力量的狂热渴望。你猛地拉下推进杆，地球，我来了！10、9、8起飞。6141年4月3日5时21分0秒，轴向对接分离，加速完毕。一连串指令落定，拖船猛地驶离天穹空间站，发动机反向做功，死死压着地球引力带来的下坠冲击。你眼都不眨地盯着，别骗了预定降落点，这是你当下唯一要干的事。不到5分钟，地表轮廓就撞进了你的视野。不远处的城市遗址上，黑塔直插云霄，你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翻涌起一阵抗拒，硬生生别开了脸。也感觉到了是吧？耳机里西装男的声音适时响起，多看2眼都浑身难受，燥得跟人审美完全反着来，全是拧巴的不对称设计，这就是精神污染。你咬着牙压下不适，语气里带着火气。话音刚落，拖船重重砸在地面上，舱门一开，浓得化不开的灵气瞬间裹住了你，你浑身毛孔都打开了。在这待1天，顶得上空间站里苦修10几天，你没工夫瞎感慨。丘脑哨兵天黑就会彻底活跃，你满打满算只有14个小时完成告示开采任务，时间紧得能掐出水来。扫了一圈四周无异常，你抬手就把开采碳基部署到位，钻头稳稳扎进地底，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碳基找矿要30分钟，亮绿灯就不用管，他自己挖，亮红灯就手动换位置。西装男的声音跟着传过来，找矿这半小时我能自由行动吗？你问道。别跑太远就行，他补了句，不然地底人看见没人手会来破坏机子。地底人？你皱起眉，这名字你闻所未闻。从塔监狱跑出来的人，他们思维扭曲，把痛苦当享受。他3两句给你说透。还有那红蘑菇，正常人吃了能难受的当场自裁，他们吃了脑子里多巴胺能飙到爆表，越疼越爽。你听得眼皮一跳，那塔监狱对他们来说不是天堂，可不是吗？所以塔里关的只有我们这种正常人。那这本事我们不能学，学了塔监狱不就没辙了？空间站高层捂着呢，我们什么都打听不到。他撂下这句话就没了声，你也没再追问，抬脚就往灵气浓郁的林子深处钻，找年份够的符神和紫黑色大戟，这俩是筑基丹的主要，可遇不可求。一路走下来，灵草灵植收了不少，虽说没找着那2味主要，也够炼点丹药换积分，不算白来。一晃就到了黄昏，5点了，赶紧往回走，再晚丘脑哨兵该出来了。西装男的提醒猛地砸进耳机，你只有炼气期的修为，根本不敢拖大，转身就往拖船的方向狂奔。可刚靠近降落点，一阵黏腻令人不适的身躯蠕动声顺着风钻进了你的耳朵，你瞬间绷紧了全身神经，抬手就把耳机切到10音器模式，听得见吗？这什么动静？听得到。他的声音一下子沉了下来，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别往前了，这动静是丘脑核心。你脑子嗡的一声，我拖船就在前面，不往前走我怎么回空间站？动作快点，先确认他的位置。没天黑，他就算离得再近，也不会主动攻击你。你咬着牙，放轻脚步往前挪了几步。树林尽头，一坨足有4人多高，跟大脑轮廓一模一样的半透明怪物，赫然处在那，而你的拖船正被他完完整整裹在里面，船身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丘脑哨兵，看得你头皮发麻。看到那玩意了？看什么？
是看到了，你盯着那坨不停蠕动的怪物，他把我拖船全裹进去了，怎么办？只能说你今天气运太差。西装男苦笑一声，这玩意出现的位置全是随机的，刚好裹住拖船，概率低的离谱。以前有人遇到过？有啊，他说的直白，拖船有自动驾驶，能自己飞回来，大不了驾驶员在外面陨落，反正能复活，就是复活要花大笔积分，任务失败的还要扣除惩罚，惨亏。他顿了顿，补了句，你要是能撑到明天早上，等他自己消失，那不仅不用赔，挖的锆石还能净赚一笔。你看着那坨不停发出沉闷声的怪物，后槽牙都快咬碎了，我怎么撑到明天？你别急，我找人问方案。耳机里瞬间没了声，只剩你站在树林里，死死盯着不远处的丘脑核心，时间一分一秒的朝着天黑划去。一刻钟后，他的声音终于又传了进来，来了，2个方案，有可能幸存。说，第一个，逃去旁边的城市遗址，那是伟人的地盘，丘脑哨兵不敢踏进去半步。你眼皮一跳，想都没想就否决，伟人手里的高科技玩意一下就能解决我，进去跟白白送命有什么区别？看你运气，倒霉了就是出局。他说的干脆，不想选这个。还有第二个，去地底，地底是地底人的地盘，哨兵一样不敢进。他立刻提醒你，但别怪我丑话说在前头，地底人虽然不逮着人就攻击，但十分诡异，我们跟他们几乎没打过交道，进去了全靠你自己。你抬眼扫了下天色，6点整，离天黑只剩1个小时，根本没时间给你墨迹犹豫。选第二个，你当机立断，没有半分拖泥带水。我怎么去地底？你这次来地表的任务是什么？他反问一句，你瞬间反应过来，眼睛猛地一亮，用碳基。郑姐，他的声音瞬间提了起来，你部署的碳基没被裹进去吧？没有，那还等什么？他的声音砸进耳机，立刻把碳基功率拉满，往下钻，给我把地表打通。你猛地转身，朝着碳基的方向狂奔而去，然后一把将功率推到了最顶端。下一秒，钻头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带着破釜沉舟的气势，朝着地底狠狠扎了下去。轰隆隆，钻头砸进岩层的轰鸣瞬间炸开，震得你脚底发麻。连不远处那坨4人高的丘脑核心也在疯狂蠕动，声响里，体表已经裂开了细密的口子，无数丘脑哨兵在缝隙里躁动，随时要蜂拥而出。怎么样，打通了没？西装男在耳机里声音带着慌劲，离天黑只剩半小时了，你注意点，别啰嗦了。你咬着牙回击，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你越说我压力越大。话落，你眼角余光扫到丘脑核心的裂隙越撕越大，已经有哨兵探出了半个身子。离天黑只剩15分钟，还有不到1刻钟，天要黑了。耳机里的提醒又炸了进来。我知道。你眉头拧成疙瘩，盯着钻机的进度暗骂了一声，抬手就把随身带的饮用水全倒进钻井。滋啦，白气瞬间腾起，钻机过热的警报终于停了。又熬了10分钟，钻机的轰鸣陡然消失。砰啊！快！拴缆绳跳进去，没时间了。西装男的狂喜隔着耳机都快溢出来了。可你猛地回头，心脏直接沉到了谷底，丘脑核心的口子已经彻底撕开，黑压压的丘脑哨兵正潮水般往外涌，转眼就到了钻井边。来不及了，你当机立断，灵力瞬间灌满全身，压根没管什么缆绳，纵身一跃就扎进了数百米深的钻井里。天哪，你直接跳！西装男的喊声被下坠的风撕得粉碎，你手脚死死扒住井壁减速，可头顶的怪叫越来越近，那些哨兵像暗影生物一样贴在墙上，哒哒哒的爬行，越来越近，你甚至能闻到他们身上沉闷的气息。拼了！你瞬间引爆燃血大法，松开井壁，整个人像颗流星一样直坠向地底。咔，是筋骨受损的脆响，你狠狠砸在地上，双腿传来剧烈的痛楚，连动一下都做不到。可头顶的怪叫还在往下冲，你发力抓过背包里的药草，不管不顾全塞进嘴里，灵力混着药力疯狂冲刷着伤处，双腿的知觉正一点点回来。20秒，你硬是撑着站了起来，哪怕每动一下都极度费力。就在这时，那些哨兵已经追到了井口，离你只有1步之遥。可下一秒，他们像被无形的墙挡住了，任凭怎么嘶吼挣扎，就是不敢踏出井口半步。你瞬间脱力，瘫坐地上，大口喘着气。曹警，你在吗？你按了阿尔麦向西装男喊话，只有刺辣的电流声。再重启，再喊，依旧没有回应。几百米深的地底，信号彻底断了。你没工夫耽搁，就地盘膝运转灵力疗伤，硬生生熬到了次日凌晨，总算能勉强走动了。眼下只有2件事：找水，找回地表的路。你随身带的水全给钻机降了温，再不补充能量，不用怪物动手，你自己就得先撑不住。你打开手电，顺着人工开凿的隧道往里走，植被越少的路，走的人越多，越容易找到水源和聚居点。走了整整2个小时，前方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你瞬间绷紧神经，摸出了防身的法器，缓缓靠了过去。手电光扫过去的瞬间，你浑身都警惕了起来。是个皮肤白皙、身形苗条的少女，可那模样显得十分怪异。她脸上嵌着几十颗细密的铁钉，眼皮上挂着打磨得发亮的铁钩，光是看着你都觉得诡异。这就是曹景说的把痛苦当享受的地底人。你硬着头皮挤出个笑，压着嗓子问：能听懂我说话吗？少女猛地一惊，愣了好半天，才迷迷糊糊的开口：你是从地表来的？是。你和他保持着安全距离，直奔主题。你知道怎么回地表吗？他站在原地，眼神涣散，像喝多了酒一样，晃了晃手里的铁桶，半天才说：我要去打水，要不你跟我一起。水。你眼睛瞬间亮了。行，我正需要水。他转身就往前走，话少得可怜，你问一句他就嗯一声，剩下的时间全是昏昏欲睡的模样。没走多远，涓涓的流水声就传了过来。地下河出现在眼前的瞬间，少女直接舀起大半桶水，仰头就全灌进了肚子里。你皱着眉问：你好几天没喝水了？不是。他摇了摇头，一脸理所当然，我怕自己口渴，提前多喝点。你直接懵了。那为了不饿肚子，你们还提前把饭全吃了？是啊。他点头，不然饿了再吃饭，人得多痛苦。一道闪电瞬间劈进你的脑子里，他们的世界是完全颠倒的。你压着心头的震惊，试探着问：所以你一直强撑着不睡觉，扛着不睡很兴奋，睡着了反而很难受？那肯定啊。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都扛了2天没睡了。你瞬间明白了，他这副昏沉的模样，根本是熬了2天2夜，困到了极致。你没再多问，掏出水壶灌了小半壶水，抿了一口，清甜的滋味瞬间漫开。少女看着你，眼里满是羡慕。喝水很舒服吗？你点头。嗓子干得要冒烟的时候，喝一口凉水很不错。我们地底人从来都不会觉得享受。他的声音里满是落寞。你不想再耽误时间，直接问：谁也打了？现在能带我去地表了吧？啊！他
他猛地一愣，像才想起这回事。对哦，要去地表的，不好意思，我搞错了。你看着他站都站不稳的样子，一肚子火没处发。他晃了晃身子，一头撞在了墙上，水桶直接摔在地上，水洒了一地。我真扛不住了。他看着你，语气里全是哀求。先让我睡一觉行不行？等我醒了就带你去地表。话落，他根本不管你同不同意，转身就往隧道深处走。你站在原地，看了看他的背影，又看了看身后四通八达、黑得不见底的隧道，前是未知的地底人村落，后是死路一条的钻井，你根本没得选。你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抬脚跟着他走进了那间石屋。跟着踏进石屋，就见他一头倒在床上，转眼就进入了深眠。你没别的办法，只能在一旁盘膝坐下，运转灵力疗伤巩固修为，只等他醒了带你回地表。不知过了多久，敲门声突然响起，门外是个男人的声音，温和有礼。你好，方便开下门吗？你瞬间绷紧神经，缓缓拉开房门。门外站着个穿黑夹克的中年男人，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伤痕，和那些扭曲的地底人截然不同。他上下扫了你一眼，笑着开口，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诸葛夫，是这村子的，算是个搞研究的。以前我也是空间站的人。搞研究？你皱起眉，警惕拉满。研究地底人把痛苦当享受的毛病。他往前凑了凑，语气神秘，怎么样，想不想看看我的研究成果？算了，你直接拒绝，半点不绕弯子。我只想尽快回地表，别的没兴趣。诸葛夫瞥了眼床上深睡的少女，似笑非笑，想回地表却不走，是不认识路，想等他醒了带你去。那我劝你别等了。怎么说？这丫头叫精灵，为了追求极限，经常硬扛好几天不睡觉，一睡就得1天1夜，搞不好更久。那我就等。你毫不在意。嘿，你怕是不知道，地表人在地底不能随便过夜。他话锋一转，语气瞬间沉了下来，待久了会中诅咒，就跟我们一样，认知彻底颠倒，而且这诅咒不可逆。你心里咯噔一下，盯着他问，不可逆，就算重生后也没用？没用。诸葛夫点头，又反问你是不是觉得中了诅咒就不怕塔监狱了？我劝你别这么想。我没这么想。你摇头，除非这诅咒能解。明白人？他眼睛一亮，立刻给你掰扯清楚。中了诅咒，吃饭喝水睡觉这些本该正常的事，全变成折磨，越饿越吃，越渴越喝，痛苦就越烈。为了不遭罪，我们只能提前吃喝，提前睡觉，困了就得硬扛着。我不像他们那样追求极限，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这么搞，迟早会失去生机。他语气凝重，对我们来说，陨落时的感受是吃饭的1000倍。你瞬间反应过来，会成瘾，对消亡成瘾。没错。他狠狠点头，所有中了诅咒的人，最后都会对消亡上瘾，一复活就自我了断。地底这么多村子，允许繁衍，人口却还在不断减少，就是因为这个。他叹了口气，满是落寞。有了复活术，我们地底人反而走向了终结。话落，他又看向你，再次发出邀请。现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跟我去实验室看看。不管你最后答不答应帮我，凌晨3点，我亲自送你回地表。你心里盘算了一下，现在是下午2点，回地表要4、5个小时，正好天黑撞上丘脑哨兵出来密室。犹豫片刻，你站起身，行，我跟你去看看。诸葛夫瞬间来了劲，转身就带你往他的石屋走。一进门你就愣了，满屋子的仪器设备、烧瓶、显微镜、酒精灯，还有一堆叫不上名的精密器械，和外面破败的地底村落完全是2个世界。怎么样，还不错吧？他满脸骄傲，村里甚至附近村子的人都出了力，毕竟我这研究是为了解除诅咒，救所有人的命。你扫了一圈，忍不住问，这地底你哪来的电？地下和水力发电500米的落差够我这实验室用了。他没再多说，径直走到一台像雷达的仪器前，一边摆弄一边说，我研究了100多年，没找到解咒的法子，但这台次声波聚捕器让我抓到了诅咒的源头。抓到诅咒？你一愣，他没接话，突然抬头冲你笑了笑，眼里满是狂热。没等你反应过来，直接按下了仪器的开关。默，一阵诡异到无法形容的低语声瞬间钻进你的脑海，令人极度不适。你只觉得脑袋像被重锤砸中，能量翻涌。你瞬间红了眼，压着滔天的怒意开口，你竟然拿我做实验。下一秒，你灵力瞬间爆发，整个人原地消失。轰！剧烈的撞击声炸开，诸葛夫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狠狠砸在那台次声波聚捕器上，仪器瞬间4分5裂，实验室里一片狼藉。他捂着胸口倒在地上，极其难受，却满眼狂热地盯着你。你是改造人？不对，我扫过你，没有改造痕迹。你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大的力气？你一步步走到他面前，眼神冷得像冰。你就不怕我一下解决你？哈！他坦然点头，擦了擦嘴角的痕迹。刚才是我不对，你打我应该的，就是可惜了这台设备修好又要好久，那是你咎由自取。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有人喊：“哥，你没事吧？”“没事，不小心打翻了实验桌，你们忙你们的。”诸葛夫立刻喊了回去，直到脚步声走远，才又苦笑着看向你：“兄弟，我是真没办法了，我抓到了疑似诅咒的次声波，却一直没法验证，卡在这好几年了。你是这些年唯一来地底的正常人，我没得选。这研究关系到所有地底人的存亡。”你没再追究，只盯着他问：“正常人在地底待多久会感染诅咒？”2到3天。他语气诚恳，但你刚才听到了诅咒的声音，这个时间可能会提前。提前到什么时候？不好说，看个人体质。你不再废话，直接原地盘膝坐下，凝神聚气，瞬间进入内视状态，仔仔细细检查着身体的每一处异常。诸葛夫见状，小心翼翼地守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内视状态只维持了10几分钟，你就猛地睁开眼，浑身寒意直冒。我时间不多了。你盯着诸葛夫，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锋芒。拜你那破实验所赐，10小时后我就会彻底染上诅咒，我必须现在就回地表。诸葛夫闻言一愣，低头扫了眼手表，下午4点。他迅速冷静下来，你现在走，晚上9、10点才能到地表，100%会撞上丘脑哨兵。但比起染上诅咒，被哨兵解决了，好歹能复活，不算绝路。话落，他直接站起身，这货是我闯的，我给你带路。可以。你双眼微眯，毫不掩饰地放出威慑，但你最好别再耍花样，不然我不光拆了你这实验室，还能让你们整个村子的人全染上那可怕的症状。诸葛夫脸色一僵，立刻换上讨好的笑，放心，我保证把你平平安安送到地表。真遇上哨兵，我主动当诱饵给你引开，行不？不必。你懒得跟他废话，转身就拽着他往外走，脚步快的带风。我用不着你个凡人当挡箭牌，你只管把路带对。凡人。诸葛夫瞬间抓住了关键词，眼睛瞪得溜圆。兄弟，你该不会是
是修仙的吧？你没接话，脚下的步子越迈越快。慢点啊！诸葛夫气喘吁吁的跟着，半点不敢耽搁。同时，村子的食屋里，精灵正扒着窗户，死死盯着你们离去的背影。见你们走远，他立刻猫着腰溜出门，悄悄跟了上来。去往地表的路上，你突然开口：“对了，你不是中了诅咒吗？刚才挨了一下，怎么会出声？”诸葛夫讪笑一声：“这不是让你出气吗？总不能你对付我一下，我还一脸平静吧？”你被他这话噎得无语。你之前在空间站待过，人这么聪明，怎么会染了诅咒困在地底？诸葛夫的表情瞬间严肃起来。如果我说我是为了寻找出路才来的弟弟，你信吗？你猛地转头看他，眼里满是诧异，他却又咧嘴一笑，带着悔意摆了摆手。说白了，就是当年年轻气盛，想寻找真相，想靠诅咒对抗塔监狱，等人类解脱了再解咒，结果玩脱了。这诅咒比我想的复杂100倍，一晃就在地底耗了100多年。你看着他，郑重的拱了拱手，不管你初衷是什么，就凭你耗了100年研究解咒，我服你。他叹口气，满脸苦涩，要是能重来，我绝不往这地底跑，悔极了。一路无话，又走了近半小时，你突然猛地转身，厉声喝止：“出来！别等我动手，别动手！是我！”照明设备瞬间亮起，精灵那张挂着铁钉的脸出现在黑暗里，还冲你们讨好的笑了笑。诸葛夫瞬间皱起眉：“精灵，你跟过来干嘛？地表全是丘脑哨兵，你不顾安危了，想彻底迷失是吧？”精灵说不过他，立刻转头看向你，理直气壮：“我之前答应过他，醒了带他去地表，我不能说话不算数。”算了，你直接打断了诸葛夫的话：“带着他吧，你们只需要在地下给我指路，不用上地表，没什么危险。”诸葛夫犹豫了一下，只能转头叮嘱精灵：“跟着可以，没我同意不准乱跑，听到没？”听到了。精灵立刻乖巧点头。你看着这一幕，随口问：“他还是个新生命？”对，诸葛夫笑了笑，土生土长的地底人，就经历过一次重塑，满打满算才30出头，在我们这就是个小辈。三人继续往前，离地表越来越近。就在这时，你戴了许久的耳麦突然刺啦一声，传来曹景熟悉的声音：“陈凡，能听到吗？”“喂，能听到。”你无比淡定：“之前在地底没信号，我就知道你还在。”曹景长舒了口气：“其他人都要重新定位了，我硬压着没启动拖船的自动驾驶，船还在原地，等天亮你直接过去就行。”“我等不到天亮了。”你语气凝重：“我受了地底状况影响，最多5小时内必须回地表，不然就彻底完了。”“状况？什么状况？”曹景瞬间懵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你懒得废话，直奔主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避开丘脑核心，顺利回到拖船上。你等会儿，我找人帮你，先别急着上地表。话落，耳机里就没了动静，似乎是跑远了去安排。诸葛夫在一旁听得真切，忍不住感慨：现在空间站对人员这么好，失联这么久，拖船都没开回去。我当年当驾驶员，失联超8小时，直接就默认出局了。跟我联系的根本不是空间站运控的人。你淡淡解释：我也不是正规的拖船驾驶员，有自己的渠道才来的地表。行啊，兄弟，在空间站混得挺开。你直接转了话题，我在实验室听到的那低语声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次声波。诸葛夫立刻解释：正常人的耳朵听不到，我那台设备把它转成了可听频率，你才听到的。我现在能100%确定，这无处不在的次声波就是地底变化的源头。你有些无奈，所以你弄出这么大动静，就为了验证这么个事。搞科研的就得实事求是，没验证的东西半步都不敢往前推。他说的理直气壮。你顿了顿，又问：那声音一直在传达特殊的音节，什么意思？这我哪知道？他两手一摊，就是自然形成的波动，没什么特殊意思。你点了点头，没再多问。聊着聊着，三人已经走到了地表出口。就在这时，耳麦里再次传来曹景的声音：喂，能听到吗？我找人调了卫星监控，能给你精准定位，告诉你拖船的方向。至于怎么避开哨兵，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明白？你言简意赅。我什么时候能走？随时可以，但你走之前点一堆篝火，我好锁定你的位置。此时，诸葛夫突然开口：陈凡，走之前能不能帮我给你耳麦里的人带几句话？你说，我一直在研究地底课题，现在卡了瓶颈，想让他资助我点实验室设备，我可以把所有研究成果分享给他。你立刻把话转述给了曹景，顺带简单解释了缘由。耳机里沉默了几秒，曹景给出了答复：帮他可以，但我们得看到真东西。除了研究资料，我们还要点地底的特殊植物，免得白忙，行不行？没问题。诸葛夫立刻应了下来，又趁热打铁：还有，我想跟你们长期交流，能不能给我一个通讯器？我要查空间站的数据库，研究进度能快上一大截。通讯器没问题，留给你都行。曹景的声音再次传来，但备用的在拖船上，你怎么拿？总不能顶着哨兵冲过去吧？这话一出，诸葛夫有点无奈。普通人想在哨兵眼皮子底下冲到拖船，根本就是异想天开。你看这情形，犹豫了几秒，缓缓开口：我有个法子，我能用秘法短时间激发你身体的潜力，给你远超常人的爆发力，兴许能摆脱那些哨兵。诸葛夫的眼睛瞬间亮了，你话锋一转，语气无比严肃：但这秘法有代价，它会极大的消耗你的本源，直到你无法支撑为止。你还愿意用吗？用？为什么不用？他想都没想，直接一口答应，眼里的狂热几乎要溢出来。能体验你说的这种秘法，本来就值得了，更别说还能拿到设备。他往前凑了一步，迫不及待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这秘法需要我配合做什么？你扫了一眼精灵，看向诸葛夫，不先让他回去。诸葛夫立刻往前凑了凑，语气着急：能让他跟着吗？多个人，成功率就大一点。说完，转头看向精灵，满眼征求。精灵眼睛瞬间亮了，忙不迭点头：我想去，你带着我，我保证能跑到拖船上。你没再多言，转身就往地表出口走。洞口，诸葛夫盯着那点可怜的木头干草，眉头拧成疙瘩。要烧到卫星能看见，这点玩意儿根本不够，得去地表找燃料。你去，还是我跟精灵去？你眼皮都没抬，都不用。去地表找燃料，只会把丘脑哨兵引过来。话音刚落，你抬手一挥，拳头大的火球直接在掌心炸起。诸葛夫眼睛瞬间瞪圆，呼吸都停了，张嘴就要喊。你一个噤声的手势直接堵死了他的话。下一秒，你手臂一甩，火球轰的一声砸在不远处的大树上，整棵树瞬间燃起熊熊大火。你问住耳麦：曹景看到火了？看到了。现在晚上10点30分，手表分针指月亮，时针方向就是东南方。东，方向定了，以着火的树为起点，往东南直跑，就能到拖船。诸葛夫瞬间紧张，树林里跑根本走不了直线，有误差怎么办？曹景的声音没半点波澜，那就再点火发信号。
我能帮你们不停校正方向，能不能到看你们自己了。诸葛夫咂咂嘴，转头冲你，那现在就走。你只吐了一个字，走。指尖灵力翻涌，化作纯净能量，瞬间汇入诸葛夫体内。诸葛夫浑身一震，低吼一声，来了。他往前一迈，整个人直接窜出去数米远，眼睛都亮了，还想再试，你直接冷喝打断，别瞎耗，这秘法烧的是你的本源，体力耗得越快，枯竭的越快，懂不？诸葛夫语气瞬间带着急切，懂，我就是太激动了，抱歉。你没理他，反手就给精灵也上了能量加持。你丢下一句跟紧我，跟不上就出声，转身就冲出了地底洞穴，两人死跟在你身后，林间狂奔30秒，一阵诡异的波动从黑暗里传来，是丘脑核心蠕动的动静。你厉声喝道：“那东西来了，都小心！”话音刚落，数十只丘脑哨兵就从黑暗里扑了出来，速度快得离谱，转眼就追到了身后。诸葛夫无比紧张，高声喊：“陈凡！”你瞬间回身，数枚火球脱手而出，一部分击中哨兵，剩下的引燃了周围的树木，大火瞬间冲天。耳麦里朝景的声音开始给你们引导方向，收到。你应声，立刻调转方向，继续往前冲。身后的哨兵甩不掉，你接连甩了好几波火球，体内灵力已经所剩无几，不能再耗了。你脚步没停，回头冲队尾的诸葛夫喊道：“劳烦你全力拖住这些哨兵，我带精灵走。”诸葛夫一愣，没反应过来啊！你的声音带着不容置喙的压迫感，设备让精灵带回去，你直接留下断后，快点！好，时间不容他多想。诸葛夫应声转身，全力迎向追来的丘脑哨兵，身后瞬间传来碰撞的动静，不过几秒，动静彻底平息。精灵看着这一幕，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死跟着你往前冲。又冲了1分多钟，前方终于有亮光闪了起来。你低声道：“找到拖船了。”耳麦里朝景明显松了口气，太好了，跟你一起的诸葛夫呢？挂了，精灵还在，设备他会带回去，设备不重要。朝景直接打断，你把设备丢地上做个记号，让诸葛夫白天自己找。我想让精灵跟你回空间站，分离会有人想研究他的情况，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你转头看向身边的精灵，把话原封不动说了。精灵咬着唇，一脸纠结。说话间，你们已经冲到了拖船跟前，几十只哨兵扑过来，你反手几发火球直接逼退，带着精灵就进了驾驶舱。想好了没？精灵看着驾驶舱里的一切，攥住你的衣角，我跟着你。行，你应声，随手把发光灯球和备用通讯器扔出驾驶舱，拉动操纵杆，拖船缓缓升空。飞起来的瞬间，你突然想起什么？你之前让我复活个人到地表，我给落下了，无所谓。朝景的声音带着笑，这次出这么多意外，你还能把资源全带回来，已经够可以了，更别说还带回来个地底人，算你立大功。你瞥了眼身边缩着的精灵，话说精灵怎么处理？一直留在空间站肯定不行，他在空间站没身份，待不久。朝景道：“做完研究，要么用拖船送他回地表，要么他自己重置状态回地底，随他。”你眼睛一亮，那直接把诸葛夫唤醒到空间站不行，他能跟你们分享研究成果，还能用上你们的数据库，双赢。你想多了。朝景直接否决，空间站私自唤醒未登记人员是严重的违规行为，要被驱逐的。你没再纠结，靠在椅背上，等着拖船和空间站对接。半小时后，对接程序启动，倒计时结束，机械提示音接连响起，舱门缓缓打开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应捕获完毕，驾驶员可以出舱。你带着精灵走出拖船，朝景早就等在服务舱，迎上来就拍了拍你的肩膀，欢迎回来。在地表待了2个晚上安然无恙，还把资源全带回来了，你是真的有实力。说完，他看向你身后的精灵，愣了愣才开口：“你就是精灵吧？欢迎。”精灵没说话，往你身后缩了缩。朝景有点尴尬，很快就把目光转到你的背包，你包里这些植物是药材，地表采的。你淡淡开口：“我资料上写了，之前甘草药培植的，懂这个。去了趟地表，顺道采点换积分。”朝景眯着眼看着你的包，若有所思，转而开口：“你这次搞到的矿石，除了上交的，剩下的我全给你换成积分，转你个人终端。当然，我们分离会要抽一部分，没问题吧？”“没问题。”你点头，总不能让你们白忙活。对了，朝景突然想起什么，你之前问的符神和大忌我没弄到，但打听到有人手上有住200多年的山参。山参2个字瞬间让你眼神定住。修真界里年份够的山参是上佳之物，你要练得住鸡丹，主要符神和大忌得100年以上。有了这株200多年的山参，年份要求直接能降到20-30年。服务舱内，你盯着朝景，开门见山，那山参怎么交易？朝景摊手，人家不太想出手，要求极高，440万积分，一分不让。440万，你当场心头一震，心里瞬间算得门清。你当绿植区负责人，1个月才3万积分，就算一分不花，得干满12年才够。朝景看你脸色沉了，立刻开口：“别愁眉苦脸的，我们分离会能帮你。”你瞬间抬眼，怎么帮？你们愿意出这440万？我肯定愿意，我看得出来你有潜力。朝景语气认真，但你得让会里1半以上的人信服，这事儿才稳。怎么信服？亮我的本事，光亮本事不够。朝景直接说明你能做到的，空间站的强化人也能做到。440万不可能白给，你得完成任务，立下功劳，让他们看见你的价值。你没说话，静等他的下文。别急，空间站和内部渠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高难度任务，你正好证明自己。你应声应下，心里早有了双管齐下的盘算，一边接任务赚分离会的认可，一边用地表采的药材炼丹售卖。紧接着，你话锋一转，空间站3D 打印室，你有认识的人不？有是有，不过高层对打印管的严，特殊设备零件根本过不了审。我不打那些，就打个容器，耐高温，半米高就行。朝景扫了眼你背包里的草药，意有所指。空间站严禁明火，我给你弄个电热容器，你半点不让步，必须符合我的要求。空间站不能用，我去地表用，你只管做出来。朝景点头应了。你又补了一句，还有个事，帮我找个人，我朋友塔监狱认识的，叫李修，绝对是个天才。我能从塔监狱来到空间站，全靠他帮忙，应该在空间站第2层。朝景眼睛瞬间亮了，这么厉害？行，我尽量，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说完，他带着精灵转身就走，你也紧跟着离开了服务舱。你的修为卡在炼器后期瓶颈，索性不再苦修。接下来的日子，你每天按时负责区域事务，下班就去空间站其他地方走走，日子过得平静。10多天一晃而过，朝景再次找上你，地点就在绿植区大厅。他开门见山，诸葛夫找到通讯器了，昨晚联系的我们还给了部分研究资料。不说这个了，我这次来是跟你说任务。
任务的事。你眼睛瞬间亮了，有适合我的任务了。他压低声音，你听过欧罗巴空间站没？你一愣，还有别的空间站？当然有。曹景反问，你就没觉得奇怪？咱们这都是华夏人，连个其他面孔都没有。你顺着问，所以其他的人都在欧罗巴？不全是，现存的人类空间站有3座。曹景快速给你捋清，最大的是我们天穹，然后是改名叫天堂的老国际空间站，最后就是欧罗巴，里面全是老外。你没纠结无关的细节，直接戳核心，所以这次的任务跟欧罗巴有关。对，曹景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声音压得更低。欧罗巴空间站上个月出事了，你挑眉，等着他往下说。本来人死了能复活，不算大事。按惯例，我们和天堂空间站都要派飞船去支援。曹景话锋陡然一转，但这次两边派过去的人基本全折在那了，复活后连自己遭遇了什么都说不清。你瞬间懂了他的来意，你想让我去欧罗巴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对，曹景点头。高层已经连着派了好几个精英过去，都没啥消息，这才想到了你。你脸色沉了沉，明显带着谨慎。曹景立刻劝，这次有任何收获，功劳全算你的。就算遇到危险，我们分离会给你兜底，前1秒出局，后1秒就给你唤醒。见你还在犹豫，曹景直接扔出了底牌。之前跟你说的那株山参，我做主直接给你留下来，不管任务成不成，山参都归你。这话一出，你瞬间有了决断，有保障的行动，成不成核心目标都能到手，这任务值得走一趟。你直接开口，行，这任务我接了，什么时候走？越快越好。曹景显然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带着你就往服务舱走。我给准备了实行侦察飞船，你之前开过C1拖船，这个绝对没问题。有任何不懂的随时问我，全程跟你保持联系。漫长的等待过后，飞船脱离对接舱，朝着欧罗巴空间站的方向疾驰而去。2小时后，你的飞船已经缓缓停靠在欧罗巴空间站附近。说是停靠，根本没法对接，这空间站的系统彻底停摆了。别说对接，连内部的照明和维生设备都停了。放眼望去，里面一片漆黑，像一处幽深的迷宫，正等着人去探索。你一边飞速穿好气压服，一边冲耳麦问，这空间站看着不比我们小多少，怎么说停摆就停摆了？高层放的消息，初步判断是实验室泄漏。实验室泄漏，3大空间站对付塔监狱的路子完全不一样。曹景给你快速解释，我们是稳扎稳打，先发展科技扩充实力，实力够了再做打算。天堂那边作风张扬，甚至有人喊着要造超级武器，炸了地球跟塔监狱同归于尽。你听得微微惊讶，这也太不留退路了吧？就待在外太空呗。别说，支持的人还不少，全是在塔监狱经历过漫长岁月的人。曹景立刻言归正传，欧罗巴这边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他们搞了个机械飞升计划，要把所有人的意识上传到服务器，靠太阳能维持，直接实现永生，也就不用怕塔监狱了。你瞬间懂了前因后果，所以为了这个计划，他们玩命发展生物科技，建了一堆生物实验室。这次出事就是实验室漏了。对，曹景应声，我估计高层一直派人过去，就是为了抢他们的技术。我催你过来，也是想让你先一步把东西搞到手。我们分离会之前也派了人过去，进去没多久就失败了，现在只能靠你了。话音落下，你已经穿好全套气压服，小心翼翼地踏上了欧罗巴空间站的停泊平台。平台入口是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像无尽的深渊。你抬手打开探照灯，光束扫过通道尽头，几个失去生机的躯体赫然横在眼前。你瞬间绷紧脊背，摁住耳麦，沉声道：有情况，前面有遗骸，上面附着了白色的异变物。放心，曹景的声音立刻传来，那是巨噬细胞，太空里放久的残骸基本都会出现，直接无视就行。你压下心头的不适，抬脚继续往黑暗深处走。刚走出100来步，黑暗里突然传来混着外语的呼喊声。你反手就关掉头顶探照灯，把耳麦切到10音模式。几秒后，曹景同步翻译，他说听见你脚步声了，让你别躲了，赶紧过去。你眉头瞬间拧成疙瘩，他在撒谎，我刚才收着脚步走，他根本不可能听见。那别急着冲，稍微靠近点，用探照灯扫一眼看看情况。你一点点向着声音源头挪去，就在靠近的瞬间，一股恐怖的冲击力直接在你脑海里炸开，你当场被震得跌坐在地，脑袋里嗡嗡作响。怎么了？你遇到了什么？曹景的声音瞬间急了。你稳住身形，脸色凝重。我遭受了一次精神层面的冲击，现在的科技有手段能做到这种程度，闻所未闻。曹景斩钉截铁，科学界连灵魂存不存在都没证实，怎么可能造出这种东西？有意思。你冲着黑暗里用蹩脚的外语喊，朋友，既然是同道，何必躲躲藏藏？对方一听你的口音，立刻换成了中文，你是华夏人。你直接摊牌，语气带着压迫。我没猜错的话，阁下是修行者吧？修行者？那声音愣了一下，随即带上了压制不住的兴趣。你该不会是华夏小说里那种修仙的人吧？你没接话，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步步紧逼。那些来欧罗巴支援的人都是你解决的，我只干掉了几个。对方语气平淡，地上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大部分人都是往更深处走才失败的。你出手是为了什么？你到底是人是鬼？对方没正面回答，反而给了个方案。你飞船上有无人机，既然这么忌惮我，就把无人机开过来看看呗。这法子稳妥。你转身就回飞船取了无人机，操控着它缓缓向声音源头飞去。前方突然亮起灯光，无人机屏幕上出现了一间画满精密结构的实验室。你冲着实验室喊，这空间站里还有能源，是备用电源，剩的不多了。那声音平静传来，我也是靠着这点电力才撑到了现在。话音刚落，实验室的大门自动开启，你操控无人机飞进去，一眼就看见正中央的玻璃器皿里存放着一个完整的人类大脑载体，器皿上连着摄像、拾音器和扬声器。刚才和你对话的声音正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扬声器再次响起，怎么样？这下能放心了吧？我就是个存放着的大脑载体，除了能在精神层面对人发动干扰，再没别的威胁了。你并没有完全相信，站在原地继续追问，你为什么要阻挡那些人？刚才对我出手，目的是什么？大脑答得直白，阻挡那些人是因为他们要往我这边走，我不想被人发现，所以才动手。至于你，他话锋一转，我干预你，只因为你是个正常躯体，我的精神力很强，强到可以引导你这样的正常人。刚才出手就是想压制你的意识，让你带我出去，只是没想到你的精神力比普通人强太多，我失败了，也暴露了位置。你挑眉，为什么非得是正常人？强化人员不行吗？你不知道。大脑语气诧异，为了防止强化人员出状况，几乎所有相关人员的设备里都加装了
控制芯片，有控制芯片在，我根本无法影响他们。这话让你心里明白了几分，细想之下又觉得合乎逻辑。你又问，既然你这么想要脱身，为什么不直接重置状态？反正能被复活，不是吗？大脑发出一声苦笑，复活手段只对你们人类有效，而我不是。我若是消亡，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你盯着屏幕里的装置，你明明就是人类的思维载体，怎么就不是人了？那万一我从诞生那天起就只有这个核心存在呢？大脑反问。我没有完整的躯体，没有名字，没有过往，甚至从没体验过当一个真正的人是什么感觉。这样的我，复活术根本不会认可。你瞬间懂了，这是一个人造的核心载体。你笑了，语气带着玩味。你把自己的底细全跟我说了，就不怕我直接彻底解决你？首先，我不畏惧消亡。大脑语气平稳。其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已经根据你的语气神态分析出了你的性格特征，把所有底细都告诉你，是我当下存活率最高的应对方式。说通俗点，他最后补了一句：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微微挑眉，有点意思。大脑继续说，合作都是因为共同的需求才能走到一起的，只给你留个好印象肯定不够。我简单说下我的价值，我是欧罗巴人员研究顶级技术时弄出来的副产物，我就相当于一台超级中枢，任何问题我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算出最优解。你带上我，就等于带了一支极度聪慧的智囊团。你没松口，谨慎问道：我怎么保证你在帮我提供方案的时候不会背后有算计？很简单，大脑答得干脆，给我找一具躯体，让我变成真正的人。之后我加入你的阵营，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牵绊，自然就有了互相信任的基础。这话确实有道理，你直接应下，斩钉截铁。行，我带上你，也帮你找一具人类躯体。在大脑的指引下，你3-2下就将整个玻璃培养皿完整取了下来，牢牢抱在怀里。耳麦里，朝景立刻开口：要不直接返航，拿到这东西，我们这趟行程已经不虚此行了。先不急，你没听他的，低头看向怀里的大脑。欧罗巴空间站的地形你熟不熟？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走吗？能继续，只不过大脑不假思索道：根据我的推演，我们往前走，大约有6%的可能会死在前边，这个概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毕竟你能重置，但我挂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要真想继续探索，就先把我放回飞船，然后你单独行动。6%的失败率，你环顾实验室，在角落里捡起一块废弃铁板，当着大脑的面，你指尖灵力翻涌，只凭力量就将坚硬的铁板折叠扭曲，最后硬生生揉成了一坨密实的铁疙瘩。一直语气平稳的大脑第一次带上了压制不住的震撼。你真的是修仙的，还是说你有超能力？你神秘一笑，没正面回答。现在我们的失败率是多少？大脑瞬间冷静下来，重新计算后开口：考虑到你的能力，失败率在1%至2%左右，这么低的概率，别说是你，我都能接受了。当然了，他又补充道：想要万无一失，前提是你必须听我的指引，有些危险的地方你绝对不能去。行，你点头，我这人主打的就是讲理。下个地方去哪儿？直接去水母实验室。大脑说道：为了让你看下我的诚意，我打算送你一份大礼。你挑眉，什么大礼？你去了就知道了。一路无话，有大脑带路，你避开了数个危险区域，转眼就到了他所说的水母实验室外。实验室里立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立方体，里面灌满了水，一只棘刺水母正在水中缓缓游动。你有些意外，我记得棘刺水母有虚化能力，它是怎么被困在这里的？大脑解释道：这是欧罗巴空间站的最新发现，棘刺水母的虚化能力在水中无法使用，只要有足够多的水就能困住它。居然这么好对付！你立刻冲耳麦喊：朝景，天穹空间站的高层就一直没发现这特性，还真没。朝景回道：天穹的高层一直比较求稳，更愿意把资源投在常规发展上。欧罗巴一直在探寻未知科技，他们能发现我一点都不意外。你转头看向怀里的大脑，所以你说的物品该不会就是这只棘刺水母吧？当然不是。大脑指挥道：你找下实验室里的充电接口，我先把这实验室的备用电源启动了再说。你一言将大脑放在了光滑的金属平面上，下一秒，整个实验室的照明设备瞬间亮起，借着灯光，你在巨大的玻璃立方体内部看到了用来施展复活术的几何图案。这是一台专门用于人类的自动复活装置。你瞬间明白了，这装置是用来……大脑抢过话头，专门用来研究棘刺水母的。我演示一遍给你看。言罢，他激活了设备，电子合成音响起，播报出了一名海外人员的身份信息。没过几秒，一名海外男子凭空出现在了灌满水的玻璃立方体之中。刚复苏的人瞬间慌了，拍打着四周的玻璃，可一切都是徒劳，瞬间被水母吸收的一干二净。你站在立方体外，看得眼皮直跳。大脑开口道：正常来讲，棘刺水母吸收完后会虚化消失，但现在它根本跑不掉。说完，他再次激活装置，又唤醒了一名人员。和前一个目标一样，这人在水里挣扎无果，最终化作了水母的能量。一次又一次，短短几分钟，棘刺水母的身体撑得鼓囊囊的，眼看就要达到极限，可大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依旧在不断唤醒目标。终于到达极限的棘刺水母，在一声闷响中，整个身体瞬间爆裂开来。棘刺水母爆裂的瞬间，浑浊的液体瞬间浸满了整个玻璃立方体。你盯着缸里的液体，沉声问怀里的大脑：这液体是棘刺水母的毒素？大脑立刻应声，就像代谢会分泌物质一样，水母吸收了这么多的能量，自然会吸出大量特有物质。话音刚落，实验室墙壁上突然伸出半透明管道，精准刺入玻璃缸，将里面的液体尽数抽走，稳稳落在了你面前。这就是我要送你的大礼。大脑的声音带着兴奋，这一管液体带着棘刺水母的特殊印记，作用于身体，你就能和水母产生共鸣，甚至影响整个棘刺水母群。只不过凡俗之躯扛不住这种改变的冲击，因为太痛苦了。大脑的语气顿了顿，身体被反复破坏又反复修复，那种强烈的冲击比塔监狱里的折磨还夸张。在塔监狱里，你大不了失去生机，复活就刷新状态，可在这个过程里，没有极强的意志力，根本撑不下去。但你不一样，他立刻补充：你承受了我的精神波动，安然无恙，精神力远超常人，身躯强度更是非凡，你绝对能扛住这个过程，能影响整个棘刺水母群，手段直接翻倍。你确实动了心，但你行事向来谨慎，盯着那管试剂，这实验有没有副作用？这我不清楚。大脑如实答道：因为根本没人达到过最后一步。你瞬间无言，没人达到过，你还敢让我试？你不怕我出了岔子，你也跟着被困死？大脑立刻解释：没人成功，不是因为成功率低，是棘刺水母太难寻找，
了，每次实验都要耗费巨大的代价。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但你依旧留了后手，指尖一动，调动一丝灵力，渡进了大脑所在的玻璃培养皿里。大脑瞬间惊了，你在干嘛？我往里面加了点灵力，对你有益无害，你也能吸收。只不过你话锋一转，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如果我不在了，没人帮你调控灵力，你也无法生存，懂了？大脑瞬间反应过来，语气无奈，你说到底还是不全信我。确实，你答得直白，毕竟我们才刚认识。见他没在纠结，你直接拿起那管试剂，实验什么时候开始，随时都能吸收它就行。你没在废话，抬手就将整管试剂尽数融入了自己的身体里。不到1分钟，烈火焚烧般的冲击瞬间席卷全身，你没有半分犹豫，当即封闭自身五感，直接隔绝了所有的不适。大脑见你全程面无表情，瞬间震撼。你用特殊法子屏蔽了痛感。你瞥了他一眼，淡淡点头。他瞬间充满狂热，连声说好，太好了。你感受不到疼，实验成功率直接从30%涨到40%了。你眉头一挑，才40%，这么低的概率你也敢让我试？我无惧消亡。大脑的语气里全是对未知的执着，能亲眼见证这场突破，就算就此终结也值了。你看着他这副模样，莫名想起了诸葛夫，都是为了探寻真理能活出一切的痴人。时间一点点流逝，在水母特质和灵力的双重作用下，你的身体开始慢慢变得半透明。你瞬间睁眼惊道，不是说只改信息素吗？我身体怎么变半透明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脑兴奋的声音都在抖，你和普通人不一样，肯定是你的灵力和特质液体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应。你立刻盘膝而坐，进入内视状态。果不其然，体内的灵力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刺激着你的四肢百骸。你猜对了，确实是灵力的作用。大脑惊声喊，你的半透明化越来越明显了，没事吧？你没应声，缓缓站起身，伸出右臂，径直朝着实验室的墙壁递了过去。下一秒，在大脑难以置信的注视下，你的右臂直接从实心墙壁里穿了过去。这是虚化，你居然掌握虚化能力了！大脑的声音充满了震撼。你收回手臂，细细感受着体内的变化。这虚化要消耗灵力维持，不能持久，只能关键时刻用。那也够逆天了。大脑瞬间冷静下来，立刻叮嘱，记住，除非万不得已，绝对不要让全身都虚化，不然在空间站里你会直接飘进外太空，在地球上你会直接坠向地心。你郑重地冲他微微颔首，多谢提醒，这次能掌握这个，算是成了你的情，不必客气。大脑立刻接话，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帮我找一具人类躯体就行。那必然，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对他已然多了几分信任。我们现在是直接返航，还是往更深处走？再往前就是欧罗巴的核心区域飞升区，我不清楚里面的情况，走不走你自己定。你本就行事谨慎，当下就打算转身返航。可就在这时，耳麦里突然传来了曹景的声音：“陈凡还在吗？”你皱了皱眉，在。你刚才做什么去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刚收到个重要情报。核实了一下，曹景语气认真，我刚查到欧罗巴空间站的异常，就是因为飞升区出了问题。大脑立刻在一旁解释，飞升区就是核心区域，专门研发最高端意识转移技术的。不错，曹景立刻接话，据说欧罗巴的机械飞升计划已经成了，接近半数的人都顺利完成了转化，这也是天穹和天堂号高层不断派人过来的原因，他们都想要这项技术。他声音里带着极强的愿景，陈凡，有了这技术，人类就不用再依赖复活术，不用再怕塔监狱了。你没急着应声，转头看向怀里的大脑，他立刻分析道，换做之前我肯定不建议你去，但现在你有虚化能力保障，真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直接虚化穿出外围，启动飞船自动驾驶接应就行。理论上你现在基本不会有后顾之忧。这话直接给了你充足的底气。你当即问，核心区域的方向你知道吗？过了这个实验室，往前3条走廊，岔路口走一通道就是。那好，我们走。话音落，你朝着他指引的方向悄无声息的行进。狭长幽暗的走廊里，你凭着远超常人的感知，听见远处传来设备破拆的声音，前面有人。你立刻放轻脚步，朝着声音源头缓缓靠近。3分钟后，破拆声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气体释放的声音。大脑压低声音，没猜错的话，他们在用冷萃破门法，用低温降低金属韧性，好破门。他话音刚落，你就感觉到一股寒流从前方袭来，紧接着金属断裂声响起，有人用外语喜道：“终于弄开了。”艾迪，无人机准备好了没？放心，老大，已经飞进去了。确认了，前面就是飞升区，里面没活人，但是有很多脑子。被叫做老大的人愣了一下，立刻叮嘱无人机小心点，千万别碰那些东西。一阵脚步声响起，那队人马直接进了飞升区。你屏息听着，几秒后开口，总共6个人。大脑瞬间惊了，你连这都能判断出来？你轻笑一声，论计算和知识，我不如你，但论隐秘追踪，你给我提鞋都不配。言罢，你悄无声息地跟着那队人也潜入了飞升区。大厅正中央是一个长宽30多米的巨大水池，连接着繁复的线路，线路的另一端全都汇聚在天花板上，那里悬挂着一个被放大了上百倍的大脑，宏大又奇异。这什么景象？6人小队的老大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语气里全是震撼。就在这时，大厅的扬声器突然响了，那巨型大脑竟有自我意识，先用海外语言说了一句：“各位，欢迎来到真正的天堂。”紧接着他又用中文重复一遍：“他发现你了，自我介绍一下。”巨型载体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是欧罗巴飞升计划的最终产物，人类意识的集合体，你们可以叫我集合体。”6人小队里的技术人员瞬间惊了，怎么可能？最终产物应该是数据网络，怎么会是一个实体的核心？因为以现有的技术根本做不到彻底的数据化。集合体语气平淡，想要实现真正的机械飞升，起码还要再等5000年，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了。他轻笑一声，抛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你们应该还不知道吧？无论是天堂空间站的高层，还是这位藏在暗处的朋友所在的天穹号高层，自从塔监狱出现后，就再也没死过。什么？6人小队全员僵在原地，满脸难以置信，连远在天穹空间站的曹景也在耳麦里发出了一声惊呼。当然是真的。集合体无视了所有人的震惊，继续说道：“没死过，不代表永远不会死。4000多年了，所有空间站的高层都已经接近人类寿命的极限，我们面临着最终的消亡。”他的声音里突然带上歇斯底里的疯狂，而且我们比任何人都怕死。